講足1年，極致纖薄嘅 iPhone Air 終於成為現實，亦都喺上個星期正式上市。淨係睇呢部機嘅外形同埋功能，相信大家都睇咗唔同嘅單頭評測㗎啦。但係唔少關注手機市場嘅用戶，包括睇緊片嘅你，應該都好想知道 Samsung 為咗 iPhone Air 而作出嘅超前部署，即係呢一部 Samsung Galaxy S25H 可唔可以喺纖薄手機呢一個範疇同 iPhone Air 一較高下呢？所以唔使等啦，今次呢條片就同大家由外形、功能、電量、散熱、拍攝等幾個方面，將呢兩部機放埋一齊正面對決，對驗咗又重又大部嘅機。想買翻部輕巧新手機嘅話，呢條片就記得睇到最尾啦。Apple iPhone Air 嘅官方厚度數據就係5.6mm， 當然比起厚5.8mm 嘅 Samsung Galaxy S25H 優勝啦。但係如果連埋最突嘅位，亦即係連埋佢哋嘅鏡頭一齊計算， iPhone Air 嘅實際厚度其實就會去到12mm， 而 S25H 其實就係得10.2mm 嘅啫。厚度爭個0.2mm， 喺肉眼上面睇真係幾難睇到咩分別嘅。兩部機喺重量上面都只係得2g嘅差異嘅啫。但係兩部機喺設計方面呢，就真係幾大分別啦。iPhone Air 同埋 S25H 兩部機都係用鈦金屬機框，不過 iPhone Air 提供嘅就好似係一塊軟肉咁嘅貼服感。而 S25H 呢邊強調就係科技感十足嘅硬朗線條，手感上邊一個好啲，其實就真係要睇用家嘅喜好嘅。喺日常使用嚟講，本來以為 S25H 嘅鏡頭側埋一邊會影響佢平放喺台面，但其實即使 iPhone Air 機頂位置採用打橫嘅模組，由於佢嘅鏡頭都係有向外突出，結果都係會有同樣擺放不穩嘅問題。不過講到日常使用 ，iPhone Air 嘅外在就有一啲好難忽視嘅缺點。首先就係機背玻璃嘅抗刮能力好似比較差一啲。雖然 Apple 指出佢用嘅係出名耐用嘅 Ceramic Shield， 但係佢嘅上色工藝咧，似乎就唔係好跟得上啦。就我哋所見 ，Apple Store 入面 display 嘅一啲深色機種，唔使幾日已經被官方嘅無線充電座刮到花晒。呢一方面同樣係採用玻璃背蓋嘅 S25H 好似就冇呢一個問題啦。另外，作為一部2025年推出嘅智能手機，仲要係一部旗艦級別嘅機，單鏡頭都算啦，竟然連機身嘅喇叭都只係得單邊。即使係冇咩重度需求，單純只係想買部機日常用，間中煲下劇咁 ，iPhone Air 喺呢一方面咧都真係扣咗唔少分。反觀 Samsung Galaxy S25H 喺差唔多嘅纖薄程度之下，喇叭有雙聲道，機底 USB-C 插槽亦都係比較先進嘅 USB 3.2 Gen 1。可見厚度並唔係為規格妥協開脫嘅理由嚟嘅。輕咗薄咗嘅機身，最令人擔心嘅當然就係入面嘅續航力係咪足夠啦。而呢一樣嘢除咗同電池容量有關之外，亦都同佢哋嘅處理效能有好大關係啦。先睇睇佢哋兩者嘅規格，其實都係各自範疇嘅頂點，包括 iPhone Air 所用嘅 A19 Pro， 而 Samsung Galaxy S25H 用嘅就係 Qualcomm SX Elite。不過兩間廠都好明顯有做一啲措施去限制處理晶片嘅能耗，例如 iPhone Air 嘅晶片係少一粒 GPU 嘅，而 S25H 亦都有做一啲效能限制去減少耗電同埋發熱。純粹睇跑分嘅話，喺 Geekbench 6嘅跑分入面可以見到 A19 Pro 嘅單核性能確實係略為領先，但係 S25H 嘅多核表現呢就優勝一啲嘅。至於圖像處理能力方面，我哋就用咗 3D Mark 嘅 Solar Base Stress Test 去進行測試。iPhone Air 由測試一開始已經限制咗輸出，所以早段成績就冇 S25H 咁強，但佢嘅表現其實相對平穩。S25H 雖然開頭係威係勢，但隨住機身溫度急升，系統亦都喺大約第6次嘅循環限制圖像輸出，喺比拼嘅中後段明顯有所落後啦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而家呢一個世代手機最大食嘅無非都係一啲遊戲大作，我哋實測咗兩部機喺運行呢一啲遊戲嘅時候都冇咩太大問題嘅。由效能測試當中可以見到，點樣去慳電、拉長電池嘅使用時間，似乎係纖薄機嘅最大課題。而呢一方面，其實兩部機都比起想象中有驚喜。尤其是係特登配置咗全新 C1X Modem 嘅 iPhone Air，即使電池容量少咗一截，續航表現依然係非常亮眼㗎。
我哋就試用咗佢哋喺滿電嘅狀態之下，用 5G 連線、屏幕自動亮度嘅狀態之下去進行4項測試，分別就係睇1個鐘頭嘅 Netflix 影片，接住落嚟就再打1個鐘頭嘅機，着住 mon 進行1個鐘頭嘅網頁瀏覽、WhatsApp 同埋文件辦公等等低耗操作。可以見到 iPhone Air 剩低60% 嘅電力，而 Samsung Galaxy S25H 就仲有64%。然之後我哋再熄咗個 mon， 喺保持連線嘅情況下唔再做任何操作，俾佢哋待機8個鐘頭。最後 iPhone Air 都仲可以保留到42% 電力 ，S25H 甚至仲剩到超過一半電，有成53%。即使將我哋上面嘅操作測試再做多一次，其實兩部機嘅電量都可以足以應付㗎。咁樣嘅重度使用下，續航時間都可以超過14個鐘頭。咁一般用家正常嚟講，即使唔帶尿袋，都應該可以撐到返屋企充電有餘嘅。而當然，電量更加多嘅 S25H 用起上嚟會用得更加放心啦。以纖薄為賣點嘅機型，除咗電池容量會受到限制之外，零件鋪排需要更為緊湊，變相亦都會影響到手機嘅散熱效能。呢一方面 ，S25H 喺硬件上面就已經有更好嘅對應方針，喺咁薄嘅機身入面加入咗 Vapor Chamber 均熱板去應對熱量。反觀 Apple 就冇為 iPhone Air 加入相應配置，但就喺軟件上面將性能限制。咁呢一點咧喺頭先嘅跑分測試上面都可以略知一二噶啦。而為咗統一咁測試佢哋嘅散熱效能，我哋就喺兩部機上面一齊用 4K 60fps 規格進行影片拍攝。喺拍咗20分鐘之後，喺熱成像鏡頭下面可以見到 iPhone Air 最熱嘅位置比起 S25H 高出1度，但係其實都係40度左右，未算辣手嘅。不過就因為冇咗 Vapor Chamber 嘅關係， iPhone Air 嘅熱量就會比較集中，停機之後都用咗較長嘅時間先可以下降返去常溫狀態啦。兩部機喺外形、電池續航力，甚至乎係散熱方面都可以話係鬥得難分難解。但係去到最後呢一個環節 ，Apple 嘅 iPhone Air 就顯出一定嘅弱勢啦。咁就係拍攝功能方面啦，冇計啦，2025年都仲係得一個單鏡頭，又真係幾難贏嘅。睇翻 iPhone Air 同 S25H 嘅拍攝參數 ，iPhone Air 只得一個同 iPhone 17同級嘅4800萬像素主鏡頭，而 Samsung Galaxy S25H 就唔單止主鏡頭擁有更高嘅2億像素規格，同一時間亦都比 iPhone Air 多出一支12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。喺1倍成像底下 ，S25H 同 iPhone Air 拍攝效果都差唔多，但由於兩部機都冇加入長焦鏡頭，要拍攝遠景就只能靠住呢支主鏡頭進行數碼變焦。當變焦到5倍，兩部機表現差距都唔算拉得好大嘅。但去到10倍，像素規格較低嘅 iPhone Air 表現就明顯較差啦。另一方面，兩部機嘅主鏡頭都需要一定嘅對焦距離，所以要影近景嗰陣就唔可以離目標太近。不過 S25H 加入嘅超廣角鏡就被用於彌補呢一方面嘅弱點，喺拍攝近密嘅時候發揮關鍵作用，仲可以拍攝到 iPhone Air 影唔到嘅微距相片添。咁樣一試就可以發現 iPhone Air 嘅單主鏡頭局限咗佢嘅拍攝彈性，遠又唔得，近又唔得。但係比較值得一讚嘅就係佢嘅前鏡頭採用咗1800萬像素嘅新 Center Stage 自拍鏡，自拍嗰陣對焦快，避震能力良好，仲可以因應自拍人數自動轉換構圖。自拍體驗明顯好過 S25H 些少嘅，不過如果貪支自拍鏡，其實亦都只係需要入手 iPhone 17一樣有同樣嘅效果。係咪需要買主鏡頭拍攝體驗受限嘅 iPhone Air 就真係見仁見智啦。總括一下今次兩部機嘅測試體驗，如果單係睇外形設計同埋效能表現呢， Apple 同埋 Samsung 兩部纖薄機嘅代表其實都不相伯仲。而喺電池表現方面 ，iPhone Air 靠住嚴格嘅功率控制同埋新嘅連線硬件，即使電池容量較細，都可以做到比起 S25H 有過之而無不及嘅續航表現，的確見到若干誠意嘅。但係當深究其他軟硬件嘅範疇 ，iPhone Air 嘅優勢就越縮越窄啦。Samsung Galaxy S25H 單係有雙聲道喇叭、更快速嘅 USB-C 插槽、更快嘅插電輸入，已經為佢加咗唔少分數。咁另外佢喺拍攝功能方面嘅表現，亦都可以話係成功拋離對手。而我哋上面冇直接比較嘅 AI 功能方面，對於香港用家嚟講，目前已經算十分成熟嘅 Samsung Galaxy AI 套件，對比起目前仍然有殘缺嘅 Apple Intelligence， 亦都明顯優勝。
仲有最重要嘅一點就係 S25H 嘅售價亦都隨住時間下調到大約6000蚊，比起 iPhone Air 現價平咗成2000蚊。真係想體驗新世代纖薄手感智能電話， S25H 自然就係一個更加低成本嘅選擇啦。唔知大家又中意邊一部纖薄手機多啲呢？定係依然都係覺得佢哋嘅功能唔夠強大，想揾翻部性能更加頂尖嘅旗艦機嚟用呢？歡迎喺留言度同大家交流下。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， 唔想錯過我哋嘅新片就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再撳埋隔籬個鐘仔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